法国电价暴涨400%，登上了这2天的热搜。表面上的原因是法国的发电量80%来自于核电。近来，法国56座核电站中有半数因为内部存在隐患或者设备维护的原因而被关闭或暂停。法国核电站的发电总量降至1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而引发电价暴涨。但是这毕竟是表面上的原因呐，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就没有人问问为什么要检修吗？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探究啊，就会发现越来越有意思了。可能有人会说，是因为俄乌战争吧？新闻上都说了，核电的原料有40%来源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当然这是一个原因啊，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这个事儿的根源呢，还是要从8年前的美国陷阱说起。美国在2014年用长臂管辖肢解了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除了罚款之外呢，还逼迫阿尔斯通把自己的能源和电气业务卖给了美国通用。也就是说呀，法国核电的主要供应商现在是美国通用。不过呢，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毕竟都8年了，这中间也比较平静啊。但是为什么现在突然闹起来的呢？有2个消息啊，一个是法国总统马克龙2个多月前刚宣布了一个庞大的民用核电的复兴计划，另一个是法国电力公司向美国通用发起了收购美国通用旗下一家公司的核电业务。这么多消息混在一块儿啊，您还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吗？凡事啊都有由头，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法国电价暴涨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深藏的是法国和美国的博弈。但是呢，这也是表象。美国犯不着和法国博弈吧？美国要博弈的目标是欧洲的能源格局。欧洲的能源格局的背后是美欧关系和俄欧关系。这一层层的剥下去啊，您就会发现有意思啊，太有意思了。当然了，我也不排除自己有阴谋论的思想啊，这确实扯得有点远，可能是错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相关的各种线索咱们捋一下，大家自己来分析吧。毕竟呢，现在很多人的烦心事也是比较多的，有的朋友还被隔离，无所事事。那我们就当活跃一下思想，排解一下烦闷，当个评书听一听也是可以的啊。首先我们说法国的电价上涨4倍，这个事儿是真的，媒体都有报道，包括官方的媒体。但是呢，法国电价涨4倍，并不意味着法国居民的电价也涨4倍啊。居民电价的上涨没有那么高，这一点虽然媒体没有说，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常识性的认知啊。居民电价即使涨也是有限的，不会涨那么高的。不要一听啊，法国电价涨4倍，就以为法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没有那回事儿。法国的电价涨400%，那是一段时期之内啊期货市场的涨幅。但是电厂和供电服务公司到居民，这是一个长期合同的价格。任何做长期生意的都知道啊，都会有一个长协价，它不受短期价格波动的影响，这是常识啊。法国居民的用电呢是受点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夸张。生活用电短期内涨4倍，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国人民的痛苦上，人家没有那么痛苦，自在着呢。只不过呀，是媒体希望你这么认为而已。问题的重点在于啊，为什么会有1半的核电站被同时关停呢？这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可以发生的事儿啊。明面上的消息是，有半数因为内部存在隐患或设备维护的原因而被关闭和暂停。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绝对不可能。法国是80%的电力供应来自于核电，这一下关停了40%了，80%的一半是40%嘛，整个国家的电力供应只剩下了60%。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商业公司的层面，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抉择。
你最多有5%的核电设备进行维护，大家轮换着进行维护。你要保证国家的电力供应平稳啊，这不是最简单的常识吗？怎么可能同时停掉了40%？不用脑子想都知道啊，这肯定有问题，而且呢是大问题。那么不受法国政府控制就可以停掉法国40%的供电，谁有这个能力呢？不用去排除嫌疑人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有这个能力，那就是美国通用。美国通用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呢？这就要扯到8年前的美国陷阱了。美国陷阱这个事儿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们就不再详细复述了，简单的说个大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索了解一下。2013年，美国抓捕了法国阿尔斯通的高管皮耶鲁齐，就逼迫皮耶鲁齐承认在印尼的一个项目中行贿。你看，法国的公司在印尼行贿，但是美国人也要管，这就是美国的长臂管辖呀。美国人抓皮耶鲁齐，他的目的就是看上了阿尔斯通公司的资产，就是要明抢。最终呢，皮耶鲁齐没扛住，招了。美国人拿到口供之后就对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进行了处罚，罚了7.72亿美元。同时呢，逼迫阿尔斯通把自己的能源动力业务卖给了美国通用。这意味着什么呢？阿尔斯通负责法国境内58座核电反应堆所有汽轮发电机的制作、维护和更新的工作，负责法国75%的电力生产设备，还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提供推进汽轮机。这一下子全归了美国了。现在事实就是这样，一下子停掉法国40%的电力供应，法国政府不可能这么做。别说是法国政府了，就是当年日本占领下的那个伪南京政府，汪精卫都不敢这么干呢。别的人呢都没有这个能力啊。你说这是谁干的？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不就是美国通用吗？那么美国通用早不干晚不干，为什么现在突然停掉了法国的电呢？咱们再来看2个消息啊。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月10日宣布了一项庞大的民用核电复兴计划。马克龙总统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建造6座新一代的 EPR2 反应堆，以便在2035年之前进行首次调试。此外呢，在2040年代末之前还要考虑建设另外8座反应堆。法国还将发起一项10亿欧元的项目，以推出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以及减少废物产生的创新反应堆，目标到2030年建造第一个原型。第2个消息，同日，法国电力公司表示与通用电气公司签署了一项独家协议，收购后者旗下 GE Steam Power 的部分核电项目，交易预计将于2023年上半年完成。法国电力表示，拟议的交易包括新核电站的常规导设备以及未来核电站的蒸汽涡轮机技术。协议涵盖的业务和团队分布约在15个国家，其中70%的劳动力位于法国。这项收购协议对于2015年时担任经济部长的马克龙总统来说，这是一个象征，因为当时他接受了阿尔斯通将其核电的资产出售给美国通用电力公司。这2个消息连到一块看呢，就有意思了。法国电力要对美国通用发起反收购，不管通用愿意不愿意吧，这个时候搅和搅和，对于美国通用是有益无害的。通用越搅和，法国人就觉得呀，本国的核电技术不能受美国人控制，那必须得收购回来。那通用不就要得上价的吗？买家买的决心越大，那卖家越敢要价。反正不是2023年上半年才完成的吗？还有1年时间，慢慢谈呗，看看法国还能吐出多少血来。再者啊，民众和政府的目光往往是不一样的。政府觉得本国的核电站不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但是民众呢，他们往往看到的都是表面的现象啊。
而现在的表面现象是什么呢？它不就是核电靠不住吗？你看这一检修，我们用电都受影响了。至于说核电为什么要同时检修，他们哪儿想得到啊？你以为欧洲民众的智商就很高吗？智商高的话，也不至于一个俄乌战争就被美俄给耍得团团转了。美国通用靠搞这一下子啊，很明显就是冲着马克龙的民用核电复兴计划去的。美国人明摆着就是不想法国的电力啊能够自给自足。法国如果说顺利实现了核电的复兴计划，那就真的摆脱了对外的能源依赖了。现在法国核电已经达到80%了，再来一个复兴计划，那就彻底成了能源输出国了。还有啊，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法国还是一个粮食出口国呢。法国的粮食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还有剩余。一个能源和粮食都不依赖外国，而且还是一个工业齐全、科技发达的法国，这是美国想要看到的吗？所以啊，你可以说我是阴谋论啊，一个法国电价上涨4倍都能扯那么多，但是你总要给我一个不让我阴谋论的理由吧？这么多事实摆在眼前，你说会让人怎么想？又能怎么想呢？这还是法国呀，美国的盟国，一个根正苗红的资本主义核心阵营的老牌国家，都能被美国给算计成这样。那么我们呢？如果我们在斗争中失败了，能有好日子过吗？开头我们也说了啊，美国犯不着和法国博弈，美国要博弈的目标是整个欧洲的能源格局。美国理想中的欧洲能源格局是欧洲与俄罗斯彻底脱钩，欧洲的能源供应要依赖美国，从而呢能紧紧的把欧洲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削弱俄罗斯，并把它边缘化。但是要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啊，唯一的刺儿头就是法国。欧洲2个核心，法国和德国，搞定德国的难度不是很大。德国国内的能源消耗还是非常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核电占的比例呢并不高。另外，德国境内还有美国驻军，美国人能给你提供石油和天然气，虽然价格高点，但是你不用也得用啊。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是没有底气讨价还价的。但是法国可不一样啊，法国在很多事情上可是真的能自己拿主意的。当年的戴高乐说退出北约就退出北约了，美国人很多时候拿法国没有办法的。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说过啊，当今世界呢国家众多，你看着啊，200多个国家，但是真正能够自己拿主意的只有3个半。中美俄是3个，那半个呢是法国和德国绑到一块儿算半个。当时说这个话，默克尔还在台上，现在呢默大妈退休了，德国也彻底废了，法国就成了那1/4个。但即使是这1/4个国家，美国也不准备放过，那就只能这样了，不停的挤兑你，最少也不能让你顺风顺水的把能源独立给解决了。解决了法国，基本上就解决了欧洲问题，这才是美国和法国博弈的核心原因。天下大事纷纷扰扰，错综复杂，但总是有脉络可循的。有的时候分析分析，还是挺有意思的。